各位朋友啊，中国演员朱一龙5月30号在美国的一个上市公司是加拿大的嘛，露露柠檬在长城举办的一场瑜伽的宣传活动上敲了日本太鼓之后，这个事儿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这个舆论的千夫所指。这场闹剧之后，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，又让中国的网友给扒出来了，就是这个教这个朱一龙敲日本鼓的这个鼓团长，发现这个叶松元这个人呐，连老家在哪儿都说不清。成都的本地媒体采访过他几次，每次问籍贯他就笑一笑，说在这个成都待得太久了，就是成都人，可查不到他的落户时间，查不到学籍，查不到社保记录，连成都文化局发过的非遗培训名单里边都没他名字。公司注册是他的表哥持股，号称表哥，他自己不出现在任何的公开文件上。而且有人说入成都10多年，他不吃辣椒，不吃郫县豆瓣，外卖订单里边全都是法棍奶酪味增汤。日本的啊，有次拍到在春熙路面包店买牛角包，店里的老板顺口问师傅川餐馆去不去，他说不太习惯那个味道。不是这个事儿，中国的网友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啊，这家伙在中国怎么能一个人连他的背景和户籍地都查不到呢？我们来看看吧。他就是长城上敲日本鼓的始作俑者叶松元，成都反响 HIIKO 创始人，1982年生，身高于1.9米。基本背景：2009年开始学习日本太鼓，师从香港鼓师，早期以非洲鼓爱好者身份接触打击乐。2020年在成都组建反响鼓队，自称中国大鼓团队，成员多为业余爱好者。2026年6月，因长城乐乐浪漫活动敲日本太鼓，冒充中国大鼓，引发巨大争议。争议核心，他长期练习表演的是日本长动太鼓，练习喊日语口号，穿日式裤服。近年公开宣传时改成中国大鼓，元宵节、长城演出均以此名义亮相，被指文化套壳，以倭代华。叶松元带着反响鼓队干的哪里是玩打击乐，分明是把以倭代华的歪主意直接敲到了长城砖头上。揣着练了10几年的日本长动太鼓，喊日语号子，穿日式裤服，转头就敢把整套日本鼓体系偷换成中国大鼓，招摇撞骗，连民族文化的核心地标都敢拿来当骗流量的戏台。现在靠删内容装道歉就想蒙混过关，这种啃民族文化人血馒头的投机分子，半分原谅的余地都不该给。我要所有人跟我一起。我们好不容易存活下来，所以这个部落很不容易，然后每个人都要一起把你的生命力交出来 ，OK？ 把你的生命力放到这个圈里面来，跟你部落的族人们一起，相信他们，相信你自己，所以你勇敢的跟我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勇敢的把这个节奏拍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让这个心跳的节奏，这个 heartbeat 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嘿，让我们的族人里面有信心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试一下，我先做一个示范，大家听一下。跳起来！耶！动起来！来，走这边。不，来，走这边。站。开火车。站，继续。跟着听吧，开火车。开火车。站。
把他手抬起来。你要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，我不是你们请来的非洲人，所以我跟你是一样的，要么你就 join me， 要不然你就站远一点。所以我建议你加入我，跟我一起来，好吧？你自由的在这个画廊里面走动起来，好吧？把你的双脚离开你的原地，你问一下自己，到底是什么困住了你的脚步？为什么你不敢走动起来？抬着你的手，走动起来，好不好 ？Let's go， 对吧？走动起来，拉动你的脚步 ，OK。我觉得他肯定是精神层面上的公民，所以不过我觉得本质上来讲，他们应该是同一个本质，所以我经常能感受到的应该是这种本能上的一个反应吧，所以产生共鸣，看到一些画面就想拿起手机去拍摄，这我觉得他们是一样的，没有区别。创作手法。我不懂什么创作手法，我就是随心所欲，然后完全随性而起的那种，是什么就是我当时是什么就是什么，那一刻我用到了什么就用到了什么，悟到了什么就是什么。很多时候拍完了，有人就跟我说，哎，你这个作品好像是荒木经惟啊，我后来就去查谁是荒木经惟，然后也有人说，哎，你这个好像布列松的作品，然后我又去查布列松是谁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手法，可能就是当下那一刻的一个冲动吧，更多的是冲动，我拍照来源于冲动。艺术世界里它意味着什么呢？你的作品就是一个共鸣，我没有办法去描述它到底意味着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它给我产生了共鸣。当我看到那个黑白我自己的一些照片出来之后，我就觉得它跟我产生很强烈的共鸣，那个共鸣让我有了想要拍照和拿起镜头的那个冲动和欲望。你是怎么看待黑白作品的呢？我觉得黑白它把一些我们的很多理解的东西变得更直接和纯粹了，然后让光和影这个就是让光变得更加的直接，有的时候光就已经说明了一切，包含了一切，它不需要我们再去诠释说里面有我们所理解的五颜六色，然后黑和白、黑白灰，这让我感觉就是更清爽、更清晰嘛，我也不知道。叶宗元好像消失了，有一种事情暴露，他任务完成隐退的感觉。长城太古争议爆发后，6月16日发布道歉声明后，叶松元同步做了全套端流操作，反响 HIKO 股团，全平台下架早年日式库服、日语教学、太古宣传视频，个人抖音、视频号、小红书全部停更，不再更新任何动态，拒绝所有媒体采访邀约，不再出镜，不公开回应网友深挖的履历，深示一点。对外宣布股团全面暂停商业演出，内部整顿，所有国风商演、文旅合作全部叫停，彻底退出公众舞台。线下活动完全停摆，个人信息隐匿。他早年接受采访会完整聊学股经历，事发后不再透露籍贯早年成长轨迹。企业股权早已转移亲属代持，本人不实名绑定股团主体，进一步降低公开关联痕迹。网上热议，但他好像隐身，只能说明一点，他在等待舆论发酵后的效果。若大众对以窝代华类文化敏感事件记忆持续，他大概率会永久淡出演艺文旅行业，彻底转行，不再做古乐相关公开业务。如果数月后舆论冷却，以整改完成，重新深耕中式传统古乐为说辞，又会小规模重启线下小众演出。他现在藏起来了，他一个人想彻底隐藏很难，特别是连个人信息都挖不出来，绝对后面有人在帮他掩盖真相。
如果叶松原是日本人，在学龄前通过手段取得中国户籍，不是没有可能。现在全网查不到他的户籍，更加重公众疑虑。要知道，人肉搜索无所不能，但对叶松原失效太可怕了。这话说得够狠，但叶松原到底是谁？这事儿得从5月30号说起。那天，加拿大品牌 Lululemon 在黄花城水长城办了一场“鱼见长城瑜伽嘉年华”活动，请了朱一龙站台，宣传口号叫“雷响中华大鼓”。结果表演视频一出来，搞打击乐的专业人士直接炸了。视频里那面鼓圆筒形，红绳子交叉绑着，斜着放，这哪是中华大鼓？这分明是日本常里太鼓。长城是什么地方？抗战遗址，在那儿用日本太鼓冒充中华大鼓，这不是失误，是往所有人脸上打耳光。事情闹大之后，品牌方道歉了，朱一龙工作室道歉了，叶松原也出来道歉了。可奇怪就奇怪在这儿，别人道歉，大家骂几天也就算了，唯独叶松原这个人，越道歉网友越不依不饶，非要把他老底翻个底朝天。为啥？因为这人的履历经不起扒。公开资料显示，2009年他专门跑到香港拜师学日本太鼓，之后10几年一门心思全扑在日本太鼓上。2020年在成都成立鼓队的时候，队员穿的是日本飞服，喊的是日语口令，演出用的全是日本长能太鼓。当时还有电视节目专门报道过他，标题就叫太鼓达人。他自己在采访里也说得明明白白，太鼓它是日本的一个传统乐器。你说这人不懂鼓，他懂得很，日本太鼓的门道比谁都清楚。可后来国风火了，传统文化火了，他就开始给自己换皮了，删掉所有日本太鼓的学习记录，不再提日系背景，转而宣称自己在做失传节鼓复原。可懂行的人一眼就能戳穿，节鼓是沙漏细腰，横向放置，跟他用的日本长能太鼓压根不是一回事。他这是把日本鼓换个名头，继续拿出来赚钱。更让人心里打鼓的是户籍这事儿，网友们翻了个底朝天，愣是查不到叶松原的有效户籍信息，人肉搜索什么找不到，明星的祖宗18代都能扒出来，偏偏这个人像没根一样。再加上他10几年深耕日本太鼓体系，对中国传统鼓乐几乎没有涉足，公众的疑虑自然越滚越大。这个人到底什么来路？他的中国身份是怎么来的？说实话，户籍这事儿没有实锤之前，咱不能随便给人扣帽子。但公众的疑虑不是没来由的。一个深耕日本太鼓10几年的人，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中华大鼓传承人，还拿到了地方非遗推荐，上了央视，接了一大堆商业演出。这套操作本身就够让人琢磨的了。叶松原这人居然没有原户籍地，你能想象吗？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户籍系统里查无来处，这不是他自己藏得深，而是有人在背后替他层层掩盖，替他处理掉了所有来历。70年代去当兵，资料能查到什么程度？连他去世40多年的祖父，去世20多年的祖母，信息都一清二楚，不是泛泛一提，是时间、地点、关系全对得上。你想啊，一个连老家都没登记的人，长辈的底细倒比谁都清楚，这合理吗？越想越不对，越琢磨越后背发凉，能这么系统性的改头换面，把身份信息处理得干干净净，这哪是普通人做得来的？我们每个人在中国出生长大，从小到大，同学、邻居、同事、朋友，一层层关系锁得死死的，甩都甩不掉。可叶松原呢？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认识他，没有一张合影，没有一条工作记录。不是没有，是没人敢提，因为但凡有谁承认跟他有过交集，就等于掀开了一个不该碰的盖子，所以所有人都默契的沉默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人才会让身边所有人连开口的勇气都没有？越是安静，越值得细品，越没人说，越说明这里头有事儿。各位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，咱们一起捋一捋。各位，你看过这些资料之后，你没觉得毛骨悚然吗？他说话的这个口音就不像中国人呢，怪不得中国网友怀疑啊。你看看他搞的这个所谓的日本太鼓团，你看看这像不像那个邪教的那一套啊？你看他的这个事儿，怪不得中国的网友就是说，这家伙别再是个从小派到中国的一个日本人的文化间谍吧？他为什么这么怕他的出身暴露呢？如果他不是一个被网上通缉的犯罪分子的话，怎么可能一点点自己的背景都不露出来了呢？太可怕了，朋友们，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聊。